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1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0.25，收盘价是172.9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5.18，最低价是在172.5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，并且在前低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696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1 倍量增。KD 值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的回档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含上影线的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那收盘跌破了前低。那在下跌的行进中出现这样一根 K 线通常是继续下跌的表现，也就是说强势下跌的表现。那日后如果股价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才有可能会使股价出现反转向上。那目前呢，我们只能是等待止跌信号 K 线的出现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172附近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收盘价会在181。那实际在3月9日收盘价是在172.92，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。那我们也会看到，当日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，这说明在盘中是有反弹的，但是在上方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呢掉头向下，最后收盘价收在低位，也就是说没有止跌，那对于当日的这根 K 线，我们也会看到它还跌破了我们设定的这个观察线，也就是174。那174呢，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，看看在3月9日是否能够止跌成功，但实际我们会看到收盘价也是跌破了174，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实现止跌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也是股价后续将要下行。那现在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在3月10日继续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62。在到达162之前我们说前低172到170附近将是支撑，然后当日新生成的50日均线值在167附近也是支撑，所以在到达162之前还有这两个支撑位。那么如果股价日后在3月10日或者日后跌破了162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进入一个深度的回档，那也就是建立长期的空头趋势。所以我们但是还没有建立。我们说的长期空头是跌破162之后会出现深度回档，
然后呢要建立一个就是确认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，然后要建立长期空头趋势。长期的空头趋势，我们说是要跌破这个101.81的，对。好，那162如果被跌破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将是138。那在到达138之前，我们会看到缺口将是支撑。那一旦138被跌破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有希望建立长期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后续会测试101.81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反弹，说股价在3月10日或者日后出现反弹，它的目标我们要给出一个新的目标，是3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185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说一下理由，给出这个目标是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含有长长上影线的 K 线，就是这根 K 线啊，它在日内是有反弹的，同时出现这样的 K 线呢，也代表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所以股价如果反弹，只有站上185啊，才能够说明叫止跌成功。所以目前股价只要反弹，它一定要确认止跌成功的。所以说，它的目标将是185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当然，我们说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呢，也会成为到达这个目标的之前的一个阻力。5日均线值在3月10日是从180到182之间，对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如果日后股价能够站上185，叫止跌成功，那么它继续向上的目标将是200关口，也就是3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要站上200关口啊，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站上200关口将瓦解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那瓦解了短期的空头趋势，接下来的目标将是211。那211如果被站上，股价将会重新建立多头趋势而继续向上。当然，再向上217如果站上了，会启动一波新的上涨的行情。所以我们说，目前股价反弹的第一个目标是185，接下来的目标是200关口，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211，也就是重新建立多头的一个标志。然后我们把上方的这个水平线都删除，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。好，那么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在日后运行的一个区域了。那么目前呢，我们说很有可能，如果股价能够止跌成功啊，很有可能会在185到162之间啊，在这个地方会横盘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说应该是出现止跌信号 K 线之后，才会有可能在这个区域横盘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给出对于3月10日，我们给出一个观察的位置，我们把这条红色的水平线我们把它上移到或者下移到，因为我们现在要看止跌嘛，我们把这根 K 线下移到170这个地方。好，那170呢，我们说说它的由来，也就是170呢，应该是一个支撑位。那我们看股价如果在3月10日出现下行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，看看是否能够收在170的上方，而出现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对，所以我们在日内3月10日内，我们关注
170，那也就是股价如果在170上方运行很容易出现反弹；如果一直在170下方运行呢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下跌，或者是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说后续股价的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没有强反弹或做多的进场点。虽然股价是连续下跌，但是在技术上的操作规律是不可以进场的。我们必须要等待一个止跌的信号出现，止跌的信号 K 线出现之后，然后呢，再根据情况进场抢反弹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不做操作建议，我们只讨论空头。对于空头，在3月10日，那我们说，其实一路下来一直是有空头加仓的。那在3月10日，我们不认为空头会继续加仓，只有股价出现反弹之后，我们说在185这个地方，或者说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是在180，也就是从180开始一直到185，在这个区域内会有空单的进场。对，那在这个地方进场，他们的目标一定是162和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，也就是到100，应该是缺口的上沿在154，这是在这个地方进场做空的目标位置，在这两个位置。那么好，这是空头的建仓和加仓。那我们说目前空头，我们指的是对以往的空单，目前空单的回补位将会由前一个交易日，也就是在3月9日的预测视频，我们说是已经从200提升到了194。那到了3月10日，我们认为空头的回补位将会由174提升到185。也就是说，之前建仓的空单一旦说股价反弹，如果是站上了185呢，那空头会在这个地方去回补，获利了结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3月1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180到182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是在185和186之间，也就是3月8日和3月9日两个前高，在这个附近，这是第二个压力。第三个压力是191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这是上方的压力，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就是我们说的169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给个区域吧，和当日新生成的50日均线值是167到170之间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162，第三个支撑是154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上沿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下行，也就是下跌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3，下方最低会到达
163.5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收盘会收在167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7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止跌，也就是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如果是这样，它也将是低开盘或者跳空的低开盘，甚至还有可能是大幅的跳空的低开盘。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到达167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76，收盘会收在174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7了，也就是满足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3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